女儿啊，过来一下。妈咪，你怎么哭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妈咪有话要跟你说。从今天开始，妈咪要去别的地方住了。是去工作吗？是啊，妈咪有新的工作，会比较少回家了。那妈咪，你要走了吗？可以说个故事给我听才走吗？你想听什么故事？我想听方形与鸟的故事。我和妈妈一同坐在床上，我把故事书放在她大腿上，然后翻开第一页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遥远的魔幻花园里，有着方形鱼一只鸟。每天早晨，这只鸟会在花园里唱歌和飞翔。方形漂浮在空中，闪烁着完美的躯体。它毫无费力就可以撑着整个魔幻花园，带给花园生命力。鸟儿一直都仰慕方形的伟大，方形的自信。生活过得平凡的他，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。他也想要像方形一样自信，一样完美。因此，他在地上画了4条线，这4条线瞬间变成了柱子。他把柱子放在自己的周围、头上、脚下和身旁两侧。但无论他怎么摆，柱子都会掉落。他只好伸出翅膀和脚，将它们固定起来。方形成立了，但还是摇摇欲坠。于是，他制作了更多的柱子，并以相等的距离置放，将方形固定。在一番努力下，终于成功了。方形看到鸟儿的成就，称赞他说：“鸟儿啊，你终于长大了。”鸟儿得到方形的肯定，松了一口气。他终于能够自豪地接受自己，爱自己。后来，他听到了熟悉的鸣叫，抬头一望，原来是其他的鸟儿来到了花园里飞翔、歌唱。他张开嘴，想和它们一起唱歌，但是他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有眼泪从他的眼眶落下。鸟儿一直停留在原地，没意识到日子过了长久。不断努力想变得完美的他，已经忘了怎么唱歌和飞行了。在花园的鸟群中，有只蓝色羽毛的鸟儿。好奇的蓝鸟和其他同伴不一样，它看到的是方形里的鸟儿，而不是方形的外观。就算鸟儿不理会蓝鸟，蓝鸟还是坚持地环绕着它飞翔，想要它也一起跟着唱歌。尽管如此，蓝鸟还是坚守着，屡次拜访它，坚持要听它唱歌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被蓝鸟所做的一切感动了，想要付出爱回它，因此它很自然地在蓝鸟的脚下开始画了一个方形。当蓝鸟一见到，它就飞走了。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啊！蓝鸟之后做了一个大大的方形，然后2只鸟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！故事是会改变的。可是，如果你改了结局，那么小方形就不会出现了。妈妈就这样把书本关起，然后离开床位。妈咪，你要走了吗？没关系的，妈咪，你会回来见我们的，你会回来见我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冰淇淋的。